根据权威机构的营养评分排行，全球10大最健康的水果新鲜出炉。看到这份榜单，你可能会大吃一惊，常被封为超级食物的蓝莓竟然只排第5，甜甜的葡萄也只挤进第10名，而排名第1的那种水果更是被誉为长寿密码，据说每天吃，活到120岁都不是梦，连医生都惊呼太不可思议。现在就让我们按照排名一路揭晓这些超级水果的真面目吧。第10名，葡萄，抗氧化的小颗巨人。首先出场的是葡萄，别看它只排第10，并不是因为葡萄不够优秀，而是前面那些对手实在太强劲。但是千万别小看这圆润可爱的小甜豆，葡萄可是抗氧化界的巨星啊。葡萄皮中含有的白藜芦醇可是在医学界响当当的成分。研究发现，白藜芦醇具有抗发炎、保护心血管的作用，还能延缓细胞老化，因此被认为对抗衰老很有帮助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经常吃葡萄，可能皱纹都会晚点报道，心脏也会跳得更加有力。但吃葡萄有一个重点要牢记，千万别吐葡萄皮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，别吐皮，别吐皮，别吐皮。因为白藜芦醇主要存在于葡萄皮里头。如果你吃葡萄时嫌皮涩，就把皮吐了，那就好比花钱买了一杯珍珠奶茶，却只喝了里面的冰块一样亏。特别是紫红色的葡萄，连皮带籽一起吃，才能获得最多的花青素和白藜芦醇等营养。当然，葡萄含糖也不少，一次不要吃过量，否则甜滋滋的葡萄可能会让血糖蹦迪。适量的每天吃上1小串葡萄，不吐皮慢慢嚼，既享受了美味，又摄取了满满的抗氧化营养，这才是正确打开葡萄的方式。第9名，苹果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接下来是人人熟悉的苹果。苹果这家伙可说是水果界的老干部，性格稳重，功能全面，几乎没有短板。它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帮助消化通便，是维持肠道健康的一把好手。而且苹果的升糖指数不高，糖分释放比较缓慢，连糖尿病患者都可以适量放心的吃苹果来补充维生素，帮助控制血糖呢。更厉害的是，苹果中还富含多酚等植物化合物，这些多酚抗氧化剂能够清除自由基，保护心血管健康，甚至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。经常吃苹果的人，心脏和血管可能都更年轻有弹性。不仅如此，苹果还有助于降低血脂，对预防心脏病、中风都有加分。所以难怪西方有句谚语 An apple a day keeps the doctor away， 中文意思就是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这话流传100年，可不是没道理的。不过呢，话虽这么说，吃苹果并不是养生的全部，你该健身还是得健身。光吃苹果不运动，营养再好，健身教练也不会远离你，反而可能天天催你去动一动。所以我们吃苹果来辅助健康，同时别忘了维持其他良好生活习惯，才能真正发挥苹果的作用。顺带一提，苹果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取得方便，价格亲民。一年四季各种苹果轮番上市，无论是脆甜的富士苹果，还是清新的青苹果，都各有风味。你可以生吃当零食，或加进沙拉增添口感，还能榨汁、烤苹果，甚至煮苹果汤。苹果几乎是最平易近人的健康水果了，不管你在哪，都很容易每天来上一颗。别忘了连皮一起吃，营养更全面。当然要清洗干净，或选择无蜡苹果。苹果皮中也有不少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呢。如此简单实惠又功能多样的水果，难怪能稳坐健康水果排行榜中的第9名。第8名，草莓，美肤养眼的红宝石，惊喜。榜上第8名是许多人喜爱的草莓。也许你会好奇，蓝莓那么有名都排到第5了，草莓竟然也能跻身前10。其实草莓绝对当之无愧，这些红彤彤的可爱小果实，不仅味道酸甜可口，营养价值同样亮眼。首先，草莓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别看它个头小小，每100克草莓的维 C 含量甚至比橘子还要高，吃上5-6颗草莓就能满足一天维生素 C 的需求。维生素 C 是强力的抗氧化营养，可以增强免疫力、抗感冒，还能促进体内胶原蛋白合成，帮助维持皮肤弹性。所以常吃草莓，有机会让你的皮肤更显水嫩光滑，
气色红润，就像自带美颜滤镜一样。除了维 C， 草莓中还富含花青素和多酚等植化素，给它那鲜红的色泽，同时也带来健康益处。草莓的花青素和类黄酮具有抗氧化、抗发炎作用，对心脏血管也有保护效果。有研究发现，多吃草莓等莓果有助于提升好胆固醇降低、坏胆固醇，从而支持心血管健康。难怪营养专家们常把草莓归为心脏之友的水果之一呢。草莓对眼睛也有好处，它富含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能维护眼球结缔组织的健康，减少自由基对眼睛的伤害，预防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。爱玩手机、常常盯萤幕的人，不妨将草莓当成日常点心，既满足嘴馋，又顺便保养了眼睛。不过，要享受草莓的营养，尽量选新鲜成熟的草莓直接吃。洗草莓时可以快速冲洗后尽快吃掉，避免长时间浸泡水中，以免维生素流失。还有就是草莓属于较容易坏的浆果，不适合久放或长途运输。买回家的草莓最好2-3天内吃完，放冰箱冷藏也要注意防潮通风。当然，如果吃不完，也可以把草莓冷冻起来，日后打成果昔或加到优格中，又是另一种风味。总之，草莓这颗红宝石般的水果，甜蜜中蕴藏着健康能量，难怪能在强手如林中获得第8名。第7名，奇异果，维 C 炸弹，营养满点。奇异果也叫猕猴桃，被誉为水果之王之一。也许你不知道，奇异果的维生素 C 含量有多惊人，每100克奇异果所含的维 C 大约是橙子的2倍，苹果的10倍之多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吃上一颗中等大小的奇异果，你当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 几乎就足够了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奇异果可以大大增强你的免疫力，让你的身体防御力 up， 而且维生素 C 还有助于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，使皮肤保持水润光滑有弹性。因此有人戏称，吃奇异果就像给自己上了天然的美颜滤镜，饭后来一颗，整个人都仿佛自带柔光特效，气色好上加好。奇异果的厉害之处不仅于此，它还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K、维生素 E、钾等营养。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便顺畅，是肠胃的好朋友。钾元素则有助于调节血压，对心脏健康有益。此外，奇异果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酶，叫奇异酵素，又称蛋白酶。K 能够帮助分解蛋白质，促进消化。很多人吃大餐后来一颗奇异果，感觉肚子没那么胀，就是因为这种酵素在发挥作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奇异果口感酸甜，多汁芳香，是少数几乎全身都是宝的水果。连那褐色绒毛的果皮其实都富含营养。如果你不介意口感，其实奇异果连皮吃也未尝不可。记得先把表面绒毛清洗干净哦。奇异果皮里面有大量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，某些营养师会建议把奇异果洗净后带皮切片食用，养生效果更佳。当然啦，奇异果虽好，因为酸度较高，不建议空腹大量食用。胃不好或对酸敏感的人，早晨空腹吃奇异果可能会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烧得慌。最好的方式是餐后或有点食物垫底时再享用奇异果。总之，这位维 C 含量爆表的小绿果实，实至名归的坐上了第7名的宝座。想提高免疫力、养颜美容，千万别错过每天来一颗奇异果的好习惯。第6名，香蕉，肠胃的润滑剂，天生的快乐果。很多人运动后早餐时都爱来根香蕉，它的健康益处绝对不容小觑。香蕉富含膳食纤维和果胶，可以润滑肠道，帮助排便。如果你因为久坐不动而肠道偷懒，常觉得便秘困扰，那香蕉简直就是你的救星。一根香蕉下肚，膳食纤维为肠道加点动力，很快的就能让懒惰的肠子重新工作起来。因此，香蕉被不少人称为天然泻药。当然，它的作用是温和调理，不是真的药啦。除了让肠道通畅，香蕉还有一个让人惊喜的功能，它是天生的快乐果。香蕉中含有丰富的色氨酸，这是一种氨基酸，能帮助大脑合成五羟色胺、血清素。血清素被称为快乐荷尔蒙，可以让人心情愉悦，减轻焦虑。
因此吃香蕉真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情绪，对抗抑郁。难怪有人说，心情不好时不要只靠奶茶或垃圾食物续命，不如吃根香蕉来让大脑高兴一下，健康又愉快。下次再感到烦闷，不妨试试以香蕉取代甜点，说不定心情会跟着亮起来。香蕉还富含钾元素，对身体有多种好处。钾可以帮助调节心跳和血压，对于高血压患者特别有益。运动员喜欢在赛后吃香蕉，也是因为钾能协助肌肉功能，预防抽筋。同时，香蕉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C， 对免疫系统和皮肤也有好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香蕉要适量吃，虽然它营养丰富，但热量和含糖量也不低。一根中等大小香蕉大约有100多卡路里呢，所以一次吃一根就很足够，不要3-5根地连吃狂嗑。还有一点小知识，越成熟的香蕉甜度越高，因为淀粉转化成了糖分。如果你比较在意糖分，可以选择刚刚熟黄、带点青绿的香蕉，甜度较低，还富含抗性淀粉，对肠道菌群更好哦。总之，香蕉既能通便，又能让你开心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怪不得大家都爱它，让它稳稳位居健康水果的第6名。第5名，蓝莓，护眼小蓝豆，抗老化高手。蓝莓常被称为超级食物、蓝色宝石，在各种健康食品榜单中几乎从不缺席。不过在我们这份排行榜中，它屈居第5，已经让不少人跌破眼镜。蓝莓不是一直被奉为水果中的王者吗？怎么只排第5？别着急，这可不代表蓝莓不够厉害，只能说前面还有更猛的选手。而蓝莓作为第5名，依然值得我们大书特书。蓝莓最大的卖点就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，正是这种花青素赋予了蓝莓迷人的蓝紫色，也赋予它强大的抗氧化能力。现代人天天抱着手机，盯着电脑萤幕，常常熬夜刷剧或加班，眼睛早累成了加班狗。这时候，蓝莓就像你的贴心小棉袄，给眼睛温柔的保护。研究发现，蓝莓中的花青素能够增强视网膜功能，减轻眼睛的疲劳，还能降低老年时期黄斑部病变的风险。简单说，经常吃蓝莓可以保护视力，让你在40岁的时候，视力状态依然像20岁那样年轻。难怪不少护眼保健品都爱提取蓝莓中的花青素作为成分呢。除了护眼，蓝莓的抗氧化作用对全身都有益处。花青素和其他多酚能综合自由基减缓细胞老化，这意味着多吃蓝莓可能对大脑也有好处。事实上，有研究指出，经常食用蓝莓等莓果的老年人，在认知能力测试中的表现要优于很少吃莓果的人。换言之，蓝莓有助于维持记忆力与脑部健康，预防阿兹海默症等退行性疾病。难怪有人把蓝莓称作脑黄金，视为抗老化、防失智的水果明星。蓝莓还含有不少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K 和膳食纤维热量却很低，100克蓝莓只有约50大卡左右的热量，糖分也相对温和，不会像一些高糖水果那样让血糖飙升。因此，作为零食，蓝莓对控制体重的人也非常友好。在甜点上撒一把蓝莓，或将它加入优格、燕麦，都能增加风味和营养。要提醒的是，蓝莓个头小，水分多，而纤维相对不算特别高，所以吃起来很容易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。但再好的水果也要适量，蓝莓吃过量可能会摄入太多果糖而腹泻或血糖上升。一般每天吃一小把，比如半杯到1杯的量，大约50到100克就足以获得它的营养功效了。由于蓝莓价格不算便宜，这样的量对钱包也比较友善。总的来说，蓝莓作为排名第5的健康水果，可谓实至名归。它保护着我们的眼睛，滋养着我们的大脑，还延缓着我们身体的老化。看来那句蓝莓不是第一，却依然是宝，并不夸张。爱惜健康的你，不妨养成每周吃上几次蓝莓的小习惯，让这颗小小蓝豆守护你的年轻与活力。第4名，橙子，维 C 之王，抗炎小能手。大部分人都知道，橙子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，感冒的时候，老人总会让你多喝橙汁补充维 C， 因为橙子几乎成了维他命 C 的代名词。然而，橙子的厉害之处远不只是补充维 C 而已。
它体内还有一大堆类黄酮等营养素，是抗氧化、抗发炎的高手，更是保护血管的好帮手。橙子里的类黄酮化合物，比如橙皮苷、柚皮苷等，能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强血管韧性，减少毛细血管出血的情况。经常吃橙子的话，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有一定好处的。尤其是橙子富含的维生素 C， 本身也能促进胶原蛋白生成，有助于维持血管壁的弹性和完整。不仅如此，维生素 C 还是提升免疫力的利器。多吃橙子可以让身体对抗感冒和感染的能力增强。难怪大家一想到提升免疫，就想到要吃柑橘类水果。橙子还提供不少膳食纤维，这对控制血糖很有帮助。虽然橙子有甜味，但它的纤维可以延缓糖分吸收，让餐后血糖上升比较平缓。因此糖尿病患者也可以适量吃点橙子解馋，只要不是一下子吃太多，都不会对血糖造成太大负担，反而有助于摄取维生素和纤维。不过要注意吃橙子的方法，千万别以为喝橙汁就等同于吃橙子。鲜榨橙汁虽然美味，但其中的糖分会更加集中，而且大部分膳食纤维都留在了果渣里。喝果汁时，你等于丢掉了纤维，只喝了糖水。这样一来，血糖反而会飙升得比你工资涨得还快。所以最健康的做法是直接啃橙子，把橙子切成月牙片或削皮后掰开来吃，充分咀嚼，你能摄取到丰富的纤维，而且橙子的果粒在嘴里爆汁也是很棒的感受呢。懒得剥橙子的话，也可以连皮带膜把橙肉切块加到沙拉或酸奶里，既方便又保留了营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柑橘类水果橙子、橘子、葡萄柚等都有相似的优点，维 C 高，类黄酮多，钾元素也丰富，可以说是心血管和免疫系统的双料帮手。橙子能脱颖而出，是因为它酸甜适中，食用方便，可塑性强，不仅可以生吃，还能榨汁做甜点、入菜，比如经典的橙花鸡尾酒、橙香烤鸡等，所以深受全球人们喜爱。如果你喜欢更酸一点的，可以试试葡萄柚，喜欢更甜的甜橙和橘子，任君挑选。每天一颗橙子，让你清新又健康，怪不得橙子能稳居10大健康水果的前列。第3名，石榴，硬壳超能量，血管养护工。石榴外表看起来像个硬核选手，一颗颗红宝石似的籽藏在坚硬的外皮内，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更是硬核中的硬核。石榴富含多种强力的植物化合物，例如鞣花酸、花青素和各种类黄酮，这些物质都是非常优秀的抗氧化剂。简单来说，石榴就是抗氧化的大师级选手，能帮助我们对抗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发炎反应，保护细胞免受损伤。石榴对心血管系统的益处尤其突出，所以我们不妨称它为血管的养护工。研究发现，经常食用石榴或石榴汁可能有助于改善血压，降低坏胆固醇含量。石榴中的多酚可以促进血管内皮功能，让血管更放松、更有弹性，进而让高血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同时，它还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几率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石榴可真是贴心的护血管水果。此外，石榴还被研究与抗癌联系在一起。鞣花酸这种多酚在试管研究中表现出抑制癌细胞增殖的作用，特别是对乳腺癌、前列腺癌细胞等有一定效果。虽然这还需要更多人体研究来证实，但多吃石榴摄取抗氧化物，对预防癌症是有正面意义的。难怪越来越多保健品也开始把石榴提取物作为卖点之一。石榴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， 前者增强免疫，后者有助于凝血和骨骼健康。也别忘了，石榴那一粒粒晶莹的果实中，其实还藏着膳食纤维。吃石榴的时候，如果你会把籽一起嚼碎吞下，石榴籽是可以吃的，富含纤维和油脂，那对消化道保健也是一大助力。很多人嫌石榴难剥，吃起来麻烦，但市面上也有方便的喝石榴汁方式。不过，石榴汁跟吃石榴整粒的情况和橙子一样，直接吃会比单纯喝汁更好，因为你会摄取到更多纤维，糖分摄入相对减少。如果担心麻烦，其实网络上有很多教学告诉你快速剥石榴的小技巧，只要掌握方法，3-2下就能把石榴的宝石果肉颗颗取出。
吃上一碗酸甜多汁的石榴籽，那种滋味和营养是喝一杯加工果汁无法比拟的。石榴自古也象征多子多福与长寿，中国人喜欢在节庆摆上一盘石榴讨喜，西方的一些文化中也把石榴视为生命与繁衍的象征。或许正是因为它的健康价值与美好寓意兼具，才能在众多水果中脱颖而出，拿下我们排行榜的第3名。如果你平时很少吃石榴，不妨开始尝试，为自己的血管做一次大扫除吧。第2名，酪梨、牛油果。心脏守护神，营养黄金蛋。酪梨可是一种在水果中独树一帜的存在，它不甜，反而富含油脂，口感绵密醇厚，像奶油一般。许多人初次品尝酪梨时，可能不太习惯它的味道，但是一旦了解它的营养价值，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这么贵了。没错，酪梨常常价格不菲，仿佛水果界的奢侈品，不过它的健康效益也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。酪梨最有名的就是含有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其中以油酸为主。这种好的脂肪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LDL， 提升好胆固醇 HDL， 对心血管相当友好。换句话说，经常吃酪梨有助于清理血管里的垃圾，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，堪称是心脏的守护神。对那些高胆固醇血症或心血管疾病风险高的人来说，酪梨是饮食中很好的健康油脂来源。除了好油脂，酪梨还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。首先，它的钾含量比香蕉还要高。很多人以为香蕉是钾王，但其实每100克酪梨的钾有将近500毫克，比同量香蕉还多。钾可以帮助控制血压，维持心率稳定，对预防高血压、中风有帮助。所以有人说，吃酪梨就像给心脏买了一份保险，帮助心血管保持健康。酪梨还富含维生素 E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B 族和叶酸，其中维生素 E 是很强的抗氧化剂，能保护细胞膜健康，延缓衰老，对皮肤也很好。难怪很多美容餐里都少不了酪梨的身影。而叶酸对孕妇的重要性人尽皆知，酪梨可是孕妈咪补充叶酸的天然食物呢。酪梨还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，它虽然油脂多，但几乎不含胆固醇，又有丰富纤维，可以促进消化，增加饱足感。很多健身人士和减脂人群也爱吃酪梨，因为它能提供能量，又让人容易有饱足感，不会饿得慌，反而有助于控制总热量摄入。当然，酪梨因为热量较高，每100克约有160大卡，所以每天适量即可，不建议暴吃。通常每天半颗到1颗酪梨就很充足了。你可以把酪梨切片加在全麦面包上，撒点黑胡椒和海盐，就是著名的酪梨吐司，营养丰富又美味。或者做成沙拉、奶昔，甚至直接挖着吃都 OK。如果你嫌弃酪梨本身味道淡，可以加点蜂蜜或优格调味。无论如何，把酪梨这个营养黄金蛋纳入日常餐桌，绝对是对健康的明智投资。难怪它能在这份全球健康水果榜单中一举拿下第2名。第1名，番茄。水果界的长寿密码，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是，番茄居然夺得了头筹，成为全球最健康水果排行榜的冠军。什么？番茄不是蔬菜吗？其实从植物学角度来说，番茄是妥妥的水果，只是我们平常把它当蔬菜烹调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人忽略了番茄作为水果的惊人营养价值。现在，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番茄就是水果界的长寿密码。番茄之所以能称王，靠的是一项大绝招，那就是它富含的茄红素。茄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物，被公认为对抗自由基的神器。科学研究显示，茄红素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帮助预防动脉硬化，保护心脏健康。不仅如此，茄红素还被发现有助于降低某些癌症，比如前列腺癌的发生率。可以说，茄红素就是番茄赋予我们的红色盾牌，守护着人体的关键系统。更神奇的是，番茄可以越煮越营养。很多蔬果加热烹调后营养会流失，但番茄刚好相反。研究发现，煮熟的番茄中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。这意味着吃生番茄固然清爽，但煮熟的番茄，比如番茄汤、番茄炒蛋、
番茄酱反而有额外的健康优势。所以千万别只吃生菜沙拉里的番茄片，记得把各种番茄料理都安排起来。无论是每天一杯热乎乎的番茄蛋花汤，还是一份香浓意大利番茄肉酱面，都在不知不觉中为你提供了满满的茄红素，帮助你对抗岁月。番茄除了茄红素之外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钾和膳食纤维。维生素 A 对视力和免疫很重要，维生素 C 增强免疫力，促进胶原合成，钾则有助于降血压，保护心脏。膳食纤维更不用说，对肠胃有益。也就是说，吃番茄几乎等于吃下一座迷你维生素矿场，营养满满又热量低。一颗中等大小的番茄大概只有20多卡路里，却能提供超过每日建议 25% 的维生素 C， 实在很划算。更令人称道的是，有长期追踪研究发现，经常吃番茄的人衰老速度可能更慢。有一项研究指出，每天摄取一定量的茄红素似乎与细胞端粒、细胞寿命的标志变长有关。打个比方，我们细胞的端粒就像鞋带末端的保护套，会随着年龄逐渐缩短，而茄红素有助于减缓这种缩短速度。这或许能部分解释为什么爱吃番茄的人看起来更显年轻有活力。难怪营养专家们戏称，番茄是让你活到120岁的秘密武器。当然，120岁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把番茄纳入每日餐单，对延年益寿绝对有益无害。既然番茄如此厉害，我们该如何最大化的享用它呢？首先，各种颜色的番茄都值得一试。不只是红番茄，像黄色、橙色甚至黑紫色的番茄也含有不同的植物营养素，可以轮着吃。其次，就像前面说的，生吃和熟吃结合是最好的策略。生番茄清爽开胃，保留维生素 C， 熟番茄释放更多茄红素，双管齐下，营养更全面。可以早上沙拉来颗生番茄，午餐或晚餐来碗番茄，煲汤或炖菜。最后搭配健康的油脂一起吃番茄，茄红素吸收率会更高哦。比如拌沙拉时淋点橄榄油，炒番茄时用点好油，都能帮助脂溶性的茄红素被身体充分利用。很多长寿老人都有爱吃番茄的习惯，比如有报道说，意大利西西里岛上超过100岁的老人，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番茄酱炖菜。还有日本冲绳的老人也喜欢把番茄当零食生吃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们的心血管状况和整体健康都保持得很好。我们不敢说光靠番茄就能活到120岁，但每日一颗番茄绝对是在为长寿加分。既然番茄荣登榜首，成为最健康的水果，我们也该给它掌声鼓励。不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否出乎你的意料呢？反正医生和营养学家们可是早就点名推荐番茄，要我们多多摄取。现在你明白了吧？这颗看似平凡的红果子里面藏着长寿密码哩。看完上述排行，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收获满满呢？最后，我们再聊聊如何正确的吃水果，才能真正把这些长寿水果的功效发挥出来。适量食用，不要贪多。再好的水果也有糖分，我们每天摄取水果200克到350克左右，其实就足够了。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或橙子的分量。水果吃太多，额外的糖分累积也可能成为负担。所以贪多不如持之以恒，每天适量吃，长期下来效果最好。避免空腹狂吃高酸水果，有些水果酸度较高，比如柠檬、葡萄柚、奇异果等空腹大量食用，可能让你的胃酸像火山爆发般翻腾。如果你胃不太好，早上起床先不要猛灌橘子汁或吃很多酸水果，先吃点其他食物垫垫，再享用这些水果更妥当。榨汁不如整果，能够直接吃的水果就尽量不要只喝果汁。正如我们在橙子那部分提到的，果汁会丢失纤维，让糖分过于集中。直接啃水果不仅纤维保留，营养更全面，还能训练咀嚼，增加饱足感。当然，偶尔喝点纯果汁也可以，但千万别把喝果汁当作水果的主要摄取方式。多样搭配，均衡营养。我们列出的这10种水果各有千秋，有的为硒高，有的富含花青素，有的拥有好油脂与特殊植化素。想要健康加倍，别只偏爱某1-2种水果，最好是色彩缤纷的轮流吃，混着吃。
比如早餐来点蓝莓麦片，午餐后啃个奇异果，下午当点心吃几颗草莓，晚餐配上一道番茄料理或酪梨沙拉。不同水果的营养互补，加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健康拼图。挑选新鲜熟透的水果，注意食品安全，再有营养的水果。如果腐烂变质，也千万别入口。选购水果时，尽量挑成熟的新鲜果实，当季的最好吃，营养也最高。食用前要彻底清洗，该削皮的削皮，能连皮吃的也要洗净刷干净，避免残留农药。安心享用水果，才能安心收获健康。总而言之，水果虽然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健康宝库，但只有吃对方式，才能真正变成自身的养分。把以上这些世界公认的健康水果融入你的日常饮食中，再搭配均衡的营养和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精力、肤色、体态都在慢慢变好。健康长寿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，而是每天多做一点好事，少做一点坏习惯累积出的成果。别等到身体出了状况才想起来保养，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趁年轻，趁还有时间和机会，就把这些长寿水果一一安排上餐桌吧。从今天起，和我一起咬一口营养丰富的水果，为未来的120岁积极努力。谁说长寿难以企及？也许每天多吃一颗水果，就是迈向长寿的一小步呢。祝愿大家都吃得开心，活得健康，用美味把自己一路护航到长寿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赶紧去准备一盘水果大餐，犒劳一下自己吧。